欢迎回来，这里是薛定谔梦见猫。生活中有一种奇怪的现象，我们很容易因为他人的某个举动或者某句话而陷入困扰，短则影响我们当下的心情，长则有可能导致我们精神内耗，记恨他人，从而影响我们的工作或者社交。比如，偶然听到同事用带有广泛性和模糊性的语言议论某人，容易对号入座的人就会很容易在心里反复咀嚼这些暗示，并认为这些话是在说自己，哪怕这些话其实与自己毫无关系。这种对号入座式的行为就是心理学中的巴纳姆效应。巴纳姆效应又叫弗勒效应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现象。1948年，心理学家弗勒对学生进行了一项人格测验，并根据测验的结果对学生的人格特质进行了全面分析。事实上，所有学生的个人分析结果都是很相似的内容，是弗勒使用星座与人格关系描述中的通用性语句。但是在请学生对这个测验结果与自身特质的契合度进行评分时，在0到5分的评分标准下，学生的平均评分达到了4.26分，也就是说，大多数的学生都对这个分析结果进行了自身的对号入座。巴纳姆效应还有另外一项测试，就是让学生们使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进行测试。测试后，研究者们对报告进行了评价，并同时提供了评估结果，一份是对学生们个性的客观正确评估，而另一份则是带有主观性的有偏颇的评估。结果是在问及学生们相信哪一份评估报告更准确时，只有少于半数的学生选择了客观正确的评估报告。由此可知，巴纳姆效应的心理学根源来自于个体的主观验证。主观验证能对我们产生影响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心中想要相信。如果想要相信一件事，我们总可以搜集到各种各样支持自己的证据，就算是毫不相干的事情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个逻辑让它符合我们的设想。在我们的头脑中，自我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，所有关于我的东西都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会通过各种客观设置来彰显自己个性的存在。我们的车牌号码、手机铃声、电脑桌面、卧室的墙纸，自己都会精心设计，为的就是体现自己独特的个性。我们力求与众不同，以区别他人与自己。因此，个体很容易接受来自他人的心理暗示，并倾向于在他人的话语中找到符合自己设想的部分，并且添油加醋，越想越深信不疑。俗话说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，没有人能时时刻刻看到自己，也很难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自己。在个体借助外部信息认识自己的过程中，就会很容易接受来自他人的暗示，参照他人的言行来调整自己，并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偏差。为了避免巴纳姆效应，我们需要在听取他人对自己反馈的同时，不断地进行自我觉察，建立对自己客观真实的认识。2000年前的古希腊人把认识你自己刻在阿波罗神庙的门柱上作为铭文，而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心理学知识，观察自我成长来提高自我感知能力。当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更深入，我们就会拥有更坚不可摧的自我价值体系，也就更能抵挡外界对自己的影响。相对于看清他人，看清自我需要我们具备更多的能力，而由于人本能的自卑心理，个体往往愿意接受自己好的部分，而本能的否定自己不够好的部分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全面而清醒地认识自己，同时完整地接纳自己的全部，并提醒自己，好的部分与不好的部分共同组成了完整的自我。这种意识有助于我们避免过分强调或否定自己的某些方面，而是以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自己。我们的成功和失败、优点和缺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们相互交织，共同构成了我们独特的个体。这也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承认自己的优点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我们也选择接纳并欣赏那些我们曾经试图隐藏或避开的部分。接纳是改变的开始，当个体对自己的接纳度越来越高时，改变会随之发生。
当我们完全接纳自己时，我们会更容易看到自己的潜力和可能性，从而更愿意追求成长和进步。这种自我接纳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强的内在动力，使我们更有信心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。接纳会让我们不再受到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的束缚，相反，接纳自我给予我们更多的自由去探索自己的潜力，帮助我们释放个体内在被隐藏的能量，为我们个人成长和发展打开了新的可能性。其次，在担心他人对自己负面评价的同时，我们也应该记住他人对我们正向积极的反馈，因为人的大脑常常不喜欢遗憾的感觉。比如我们看影视剧时会期待完满大结局，如果结局让人遗憾，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在心里想象各种如果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相对于喜剧，悲剧常常会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。我们喜欢听他人的赞美，但是往往我们更容易记住的是他人的批评。或许你一直工作突出，但是因为偶然一次疏忽受到了老板的批评，或者是你一向和同事关系融洽，但是去了一个新项目，正好和一个不认识的同事意见相左，发生了点不愉快。在这些情况下，你轻则闷闷不乐一阵子，重则觉得和他人的不愉快挑战了你的安全感，让你产生了强烈的不安。不安和焦虑又促使你过度咀嚼这些人和事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，担心自己的前程等等。这就是典型的对自我认知的偏颇，因为你的大脑只记住了不好的感觉，并且因为大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所以总是思来想去，找办法弥补发生过的遗憾。而你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客观自我认知，就会被大脑的感觉推着走，从而陷入更深的内耗。你忘记了曾经很多次自己工作表现突出时受到的表扬，忘记了老板和同事对你的工作能力的认可，只记住了不好的部分，并且让不好的部分占据了你的记忆。正视他人的批评，同时也不忘他人对自己正向积极的评价，才能帮我们更全面地建立自我评价体系，才会有利于我们发展更好的自己。最后，培养敏锐而理智的判断力，也会帮我们避免不必要的对号入座和内耗。吃一堑长一智，大部分人的判断力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与阅历的积累有着直接的关系。而懂得从经历过的生活事件中反思和总结，就能做到在错的部分吃一堑长一智，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，在对的部分举一反三，深入延展。如果说反思和总结培养了个体判断力的敏锐性，那么杜绝情绪判断则体现了判断力的理智性。情绪是每个人都无法拒绝的主观体验，它对个体的判断力有着直接的影响。当你内心本来就对自己的某个点感到自卑时，别人不经意的话语就会令你感到额外的威胁。比如，你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，但是讨厌运动，听到同事在你面前讨论自己的健身计划和成果，可能就会让你产生不舒服的感觉。同事可能只是单纯的分享，你可能就会觉得他是在有意炫耀，或者暗示他比你更能做好身材管理。这就是你把自己的不安全感投射到他人身上，从而导致了自己对他人话语的曲解，觉得他人是在话里有话，有意贬低你。所以当我们有能力将自己带有情绪色彩的主观感受和事实分开时，我们就会具有更客观准确的评估和判断力，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从复杂混乱变得更简单明了。学会深刻认识自己的情绪，能帮我们调整情绪状态，做到理性思考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感到自己暂时无法摆脱情绪的困扰，那也没关系，不如提醒自己冷静片刻，不要急于对人和事做出冲动的判断和决定，以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损失。从长远来看，真正稳固的安全感来自于我们的内心。你要知道自己是谁，想成为怎样的人，别人的认可和反馈只会在你已经建立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才会有帮助，不然只会让你更摸不清楚方向，陷入自我矛盾。只要我们能在生活中常常练习以上3点，就能更有效地避免对号入座，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。薛定谔梦见猫。
好奇心连接你我。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